是 C 姐。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在微博上跟致风潮一起联合举办了名为“大改造家”的免费改造活动。而被挑中的幸运儿呢，就是我们本次的主人公。我现在呢，就正要去他们家的路上。没错，他们这次的主人公是一对儿哦。因为2位主人公比较害羞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就由 Emma 的手代替他们出镜。我们一起到深圳3年多。我们养了2只猫，然后今年都是3岁多。黑色的猫叫奥巴马，灰色的猫就是我们一个蓝猫，它叫奥斯卡。它们在1岁的时候还没有享受到猫生的快乐，就被我绝育了。然后现在是2个小太监。可能我们的性格都比较讲究效率的这一块。当时从想买房到买定房子，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快的时间，我们就用了1周的时间就定下来了。以后我们的父母过来或者亲戚朋友过来，他就有一个能落脚的地方，也支持我们容纳6口人一起居住。因为我们的老家在东北，在哈尔滨，冬天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冷的。然后像深圳的话，这边的天气就比较好。我们还是挺希望说双方父母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一起来深圳来过个冬。因为原本是精装房，没有明显的格局问题，起点较高。但由于首付已经超出预算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在装修上就不想再重新做硬装。所以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不改变现有房子的前提下，不打墙、不刷涂料、不换地板，帮他们解决收纳、娱乐、多人同时居住和个性化风格的4大需求。要同时满足这些需求，最好的选择呢，就是全屋定制。小夫妻喜欢时尚年轻的风格，但常规定制柜品牌风格都千篇一律，颜色选择也非常少。致风潮因为主打的是年轻的定制化设计，应该能符合他们的要求。那我现在呢，就在他们店面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。如果喜欢现代风格的话，我这边推荐2款色系。像这种冷色调的话，它冷峻中带点温馨。我们取名也是叫做取作千年之约，有于那个日月同辉的寓意。看着是很高级的一个颜色。对，没错，这款也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色系。原始的布局，客厅和主卧各有一个柜子，但作为收纳远远不够，所以我们分别在客厅、餐厅、次卧为他们打造了顶天立地的柜子，满足储物和收纳的需求。同时借助柜体，把原本相连的客餐厅独立出来，做了更明确的区域划分。安妮喜欢时尚简洁的风格和带有咖啡调的大地色系，这次的设计灵感就来于这张街拍图，采用现代简约风格，墙面、窗帘和部分活动家具用浅灰色和米色系打造暖色基调。他们喜欢玩游戏，有冒险精神，希望在设计上有一些大胆的构思，所以我们在浅灰色调的基础上，沙发和抱枕运用了暖橙色和咖色来做对比。精装房原本自带一组顶天立地的鞋柜，我们用同色的板材在进门处增加了具备储物功能的换鞋凳，方便平时换鞋。上方一组动物造型的挂衣钩，趣味十足，方便挂放平时进门的包包和钥匙。在鞋柜旁边加了一面置物架作为隔断，把进门处和客厅隔开，创造了一个单独的玄关空间，让视觉有所缓冲，不会进门就看到客厅，保留一定的私密性。原本这里呢，我们是做了一整面的柜子隔断，后来就发现这样会很影响玄关的采光，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将整个中间的位置都做成了这样的镂空的设计，可以让光透过来，最大程度的保留玄关的采光。餐厅的部分，因为原本的空间不大，所以用储物柜结合卡座的形式代替部分餐桌椅，既节省了空间，又增加了休闲的氛围。大理石台面的餐桌给予人沉稳干练的感觉，搭配通透晶莹的玻璃花瓶，一轻一重形成对比。我们特地选择了设计独特的猫爪纸巾盒和房地板刮花的猫爪桌角套，让猫猫的元素贯穿在每个空间中。
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不是说不刷涂料吗？但是这个墙看着不像是之前的大白墙啊。其实呢，是因为我们跟柜体一起定制了木饰面板，这种面板呢可以直接上墙，就不需要再刷涂料了，可以达到现在这种非常有艺术感的设计效果。安妮是一位非常有品味的女性，希望能在空间中有强烈的表达个性的元素。这幅超大型的挂画就是我为她精心挑选的。画面颜色中和了餐厅区的冷峻，油画的质地则充满设计感，成为进门后的主视觉。客厅的沙发背景墙定制了一整面的多功能柜，增加客厅区域的储物空间。因为屋主希望能在客厅有个独立的办公区域，所以在多功能柜旁规划了一个书桌区，方便平时办公。沙发选择了跳跃的浅咖色，L 型设计满足了男屋主平时可以躺着看电视的小愿望。窗帘、抱枕等布艺饰品以浅暖色为主，橙色作为亮色来点缀。两只猫猫都很乖，以前一直只抓猫抓板不抓沙发，所以屋主选择了皮质的沙发。我们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猫猫造型猫抓板。传统定制柜的设计都很方正，很容易让空间显得呆板，特地将电视柜设计成高低错落的台面，一部分台面下方做成镂空，可以让空间显得更大。这里呢，其实有一个小变故。我们电视柜安装完之后呢，屋主后面添置的电视搭配了一个非常长的音箱，但是音箱的线很短，所以放不到电视柜的台面上，所以我们就请致风潮用同色的面板增加了一组支架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情况呢，也可以借鉴呢。阳台右侧做了洗衣机柜，便于收纳清洁用品等杂物。左侧呢，则设置了壁挂式的猫阳台，给猫猫更多的活动空间。主卧床头的这一面呢，我们也用了跟餐厅一样的木饰面板，在色彩上增加了一抹重色，稳住整个空间。使用垂坠质感的灰色和橙色的拼色窗帘和后现代抽象装饰画，暖色调的床品搭配深色搭毯，整个氛围低调而温馨，适于睡眠。次卧如果仅仅作为卧室会很浪费，在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，每一个平方都不能浪费，所以这个空间也是本次改造的重点，要将它的功能发挥到最大。L 型整墙的定制柜，一面用来做衣柜，存放主卧放不下的衣服，茶色玻璃的推拉门设计让空间不会过于压抑。另一面呢，用作书柜，存放书籍，中间转角位置做成多层展示架，屋主收藏的手办都可以陈列在此。我们还特地加入了灯带来烘托氛围，实现屋主的小梦想。因为两个人都是英雄联盟的游戏迷，非常想要一个娱乐室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在多功能房专门辟了一个区域，作为他们单独的一个娱乐区。量身定制的双人桌，还原年少时偷偷溜去网吧一起打英雄联盟的美好回忆。次卧变成了娱乐室，小夫妻一起开黑，并肩作战，是伴侣也是战友。那我们看完了所有的空间，你们心中一定有一个疑问：明明只有一张床，说好的多人同时居住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答案就在这里。隐形侧翻床藏在柜子里的时候，次卧就是衣帽间和娱乐室。亲戚朋友来了，把它翻下来，房间瞬间变回卧室。原本的普通小次卧，在经过设计后，变成了一个集衣帽间、娱乐房、客房为一体的多功能房。这是一张1.5米的双人床，睡2个人没有问题。但是屋主有提到，希望双方父母来的时候都有地方睡，难不成有人要睡客厅？没错，就是睡客厅。沙发背后的这组多功能柜体，其实也藏了一张1.5米的床。当偶尔需要3张床的时候，多功能房和客厅的床同时翻下来，这样就有了3间独立的卧室，轻轻松松，同时容纳6人休息。最后的最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几个奇怪的圆洞洞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要忘了，这个家的常住人口除了有小夫妻，还有一对男 couple， 就是
奥斯卡和奥巴马。所以根据屋主的委托，我们分别在玄关、餐厅、客厅、阳台几个猫咪常活动的区域设计了这几个猫洞，让2对 CP 互相陪伴的同时，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。看，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用了。点赞过2万，分享下一条改造：城中村超丑瓷砖墙出租大改造，大功告成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安妮告诉我，这个房子是他们来生3年达成的第一个人生目标。在空间中，灰色代表他们憧憬的成熟的自己，而橙色代表了一颗想要保留稚气的赤子之心，用心打造艺术生活。不管身在何处，在努力实现每一个小目标的同时，愿我们守护好内心的小世界，在人生的每一个小阶段与我同行。